对，子其实没啥做的。你们说一说啊，吵完刚好就走了。慢点，要走了。先给他放吃好吗？有一个酷爱喝酒，连结婚都能迟到的男人做老公是什么样一种体验？今天下午我们接到一单加急保洁，听女主人说，从昨天晚上喝到现在刚刚结束。她老公酷爱喝酒，狐朋狗友又多，一周里面基本没几天是清醒的。每次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，最后还得他来收拾。每次说他两个人都得大吵一架，时间一长，心里真的特别委屈。这兄弟生活的确实不错，每天菜单都不一样。看到那句话油炸花生米每天必备菜肴，真是让我笑了。做饭是他，洗碗是他，打扫卫生又是他，这样的生活有谁能坚持得下去啊？这哪是娶个老婆，这分明就是免费的保姆，而且任劳任怨。今天的聚餐也只不过是压垮女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冰箱的异味很重，我们把这些食材统统给它扔掉，再给它清洁一下。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。打扫了一半，没想到女主人竟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牛奶。用女主人的话来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想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也因为喝酒迟到过，现在就因为这件事儿把她抛弃，自己实在不忍心。再跟老公好好聊聊，相信他一定会改。和你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歌声是直到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。今天女主人最后回来，着实是我没有想到的。看他们现在这样的状态，以后肯定也少不了争吵。虽然经常有人说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但是看男主人现在的状态，你们觉得他以后会改吗？希望他能体会到老婆的用心良苦吧。今天我们3个人干了8小时才把这单干完，合计收入502元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保洁成果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划算吗？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？你在何方？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。美女，到你家了，你这屋里都扔啥呀？这都不要了，都扔了，在邮箱这边去你站了。你们看到什么能用的，直接拿走就行了。哦，行吧，我知道了。是了，你们快点啊！不好吧，这老头再回来不得给他气出院了？没事，真好，你干你的，别说你干嘛不干了。那行，下次我就完事儿了。你敢趁老母亲不在家给自己家做的断舍离吗？今天这单是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女儿给老母亲叫的一个保洁。说句实话，我感觉废品站啊都是太加夸张，因为害怕老母亲不同意我们扔东西，一大早就给她吃走。哎，我真怕老母亲回来直接给整进医院了。这沙发少说也要几万块钱吧，躺着好舒服啊，用来放垃圾了。充电起垃圾回来就直接往沙发上一堆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这个沙发上都堆满了。后来我在网上一查，这个沙发一套要1万多，那得捡多少卡车垃圾啊！这些东西不仅不卫生，而且很容易生病，全部是细菌。听女主人说，去年暑假孩子过来玩，回去之后大病一场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下定决心给老婆亲断舍离。你是干嘛的？你女儿这块收废品，多少钱一单2块，多少钱？是3毛钱一个。你们从哪收买？这回主要是能卖2块钱斤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多会儿拉皮比较看看吧。
这阿姨一下子问我多少钱一斤，我都懵了，也不知道这些废纸壳子一会儿我卖到废品站会不会亏钱。客户经常跟他母亲说不要往家里面捡垃圾，像这些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东西，不光有味儿，而且有很多的病菌，弄得家里全是小虫子。但是他母亲就是犟，哪怕他把这些宝贝都扔了，还是捡回来，这得多让人头疼。那个厨房稍微有点脏啊，老太太平常喜欢自己做饭吃，记得帮我弄干净点啊。整个厨房充满了烟火的气息，岁数大了，像这高的地方，平时都够不着打扫，今天就让我们彻底给它清洁一下。眼前这个柜门应该从出厂到现在都没擦过，用我们油污净给它洗个澡。像这些成年累月的油污自己擦真是老费劲了，幸好今天叫了我们来。如果说你家厨房也有油污问题解决不了，今天真是赶巧了，来我直播间试这款油污清洁剂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这男的住的，女的住的？男的1孩女的，2个夫妻呢。夫妻？住这儿？我怀疑他不是男的来住，就是女的来住，他就让我。我的妈！猫是他遗弃在这儿的，不瘦啊？瘦的站不起来。这个猫饿的太惨了，自己把水龙头打开了。龙头他自己开的？对，他自己开的，太可了啊！对。我的妈！这房子真应该让屏幕前各位的老板去住，因为老板经常说强者从来不抱有环境。你看看，桌子扔进去之后就没有铁胶，直接铲了，这是活脱脱的垃圾场。房子里房间的味道。啊，你先上来，你上来有口罩，有口罩。待会儿你就负责这样，帮我装芝士袋子就行了。啊？帮我芝士袋子就行了。我腿稍装一下。我爱你，这味儿，妈的，真是有味儿。我的妈呀！我操！行了，先把门后面这一块开透了。装不进啊，能装进去吗？太小了。先铲出一个空间可以走路。楼下的7、8个垃圾桶全都被我搞上来了，现在开始清客厅的垃圾。关起来了。我操，根本铲不动。视频是快进了20倍的速度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一共扔了多少次场。这个真的是把垃圾站给搬回家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是这些垃圾，猫真的是饿死。捡垃圾的阿姨开心死了，这么多瓶子，我实在是不行了。阿姨铲出，这铲了差不多1半了，还有这一块，你看这垃圾挺大。这叶子，战友全部倒下了，战友都倒下了。
歇一会儿继续开干。这个订单呢是粉丝求助的，所以也没有收费。租客具体的情况，粉丝也放了一个短视频。如果想了解具体情况的，可以在评论区问一下我。人多的话，我把他的账号艾特一下。清了整整6个小时，终于把客厅垃圾全部清了。紧接着继续墙面的清洁。在这儿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你们喜欢看短的，还是喜欢这种长视频？如果喜欢看长视频，我下次可以把视频做得再长一点。像墙上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烟油，因为真是太能抽了，用除油剂刷完了，基本上就干净了。垃圾袋全部用完了，为了省事，我们直接把垃圾全部糊床上，直接打包一起带回家去。人这一床全是垃圾味。太热了，好几天温度又特别大，空调还不管用。我和阿姨出去玩都不吃饭，一直干到下午4点，体力有点透支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不打扫了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拍一个节目的视频。睡这儿？睡这儿？我的天！啊！不要，反正我是1分钱不要的，好吧？我们吃完把活给你干好就行了，好吧？不要，真不要！打扫这么脏的房子不要钱，可能只有我才会干这种事儿。今天是社区找到我们做了一笔公益订单，老人突发脑梗住院，家里乱成一锅粥，而在国外可能因为时差的原因根本联系不上，在这个时候有再多的钱，肯定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为了让老人出院之后有个好的生活环境，在社区的帮助下联系到我们，给他做一个全屋清洁。是啊，关键是没电梯，我们俩爬6楼，爬个2、3次就不行了。这一份都没用，全都过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我是把罗素要来的几个没用。好，这也是不要啊。爸，这个都不人。这些垃圾真的，关键还是6楼没有电梯。听邻居说，每天天不亮，老人就起来捡垃圾，从6楼到1楼，再从1楼爬到6楼。对于80岁的老人，光上下楼梯就要半个多小时。那上面东西多得很，你们只要帮我们拿到这儿就行。可以都去看看，在上面6楼，6楼，对。说，这都是捡回去的啊。回去让人给看了，啊，这个3楼原来1层3楼。你看这厨房的油烟机，牛逼！这个调料。我丢完之后他去捡，他捡完之后可能还会是我去丢，这仿佛就像是一个轮回。跟大家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免费打扫。其实家里的老人就像他们养的这只乌龟一样，他们渴望互动，渴望被人关注，渴望被爱。但是明明很简单的东西，他们好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我们打扫卫生虽然没什么收益，但是也会有很多爱心人士通过短视频买我们的清洁用品，勉强过生活还是没问题的。可是在我们这件事心里真的会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我会一直坚持，帮助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希望自己以后到了这个年纪也能老有。
实在是干不动了，太累了，明天再给大家录吧。